未来10年，俄罗斯花费8.4万亿卢布重新武装海军。北约7国在北极围堵俄罗斯。乌克兰雇佣兵战场全歼俄突击队，叫板俄罗斯。乌军摸索全新歼敌流程，使乌俄伤亡比例攀升至1:7，甚至1:10。乌军无人机摧毁俄铁路枢纽，乌南俄军的装备运输停止。乌克兰弹药产量超过欧洲总和，15盟国出兵乌克兰。美俄新会谈诞生最快停火方式，精彩内容马上开始。综合德新社和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11日在圣彼得堡举行的一次海军发展会议上公开宣布，未来10年，俄罗斯将投入8.4万亿卢布，约合1009亿美元，重新武装俄罗斯海军。普京指出，俄罗斯海军的优先任务之一是加强舰队的战略核力量，称这是俄罗斯安全和维护全球平衡的最重要保证。但如今，俄海军的战略核力量已100%完成了现代化升级，因此是时候扩大各级现代舰艇的产量了。普京说得很委婉，其实就是此前俄罗斯军费紧张，只能保证重点项目，如战略核潜艇和新式攻击型核潜艇的研发和制造。现在北风之神级和亚森级都已经开始大批量服役，俄罗斯海军自然要进入全面发展阶段。如果火力军所料不差，此次重新武装俄罗斯海军计划将分阶段实施。即第一阶段，俄罗斯海军会尽快把一些老旧水面舰艇淘汰，同时研制和列装吨位更大、具备更强远洋作战能力的护卫舰和驱逐舰，以及发展新一代巡洋舰。当然，常规潜艇和海军的航空兵也要发展，从而构建全新的水面和水下作战体系。第二阶段发展远洋作战体系，也就是研制海上最强武器航空母舰。在这个过程，俄海军首先要确保库兹涅佐夫号航母尽快返回北方舰队，先保证远洋作战能力，然后再研制新航母。而俄罗斯此次强化海军建设的目的很简单，主要是为应对以下挑战。其一，北约对俄罗斯持敌对态度，在波罗的海和北大西洋，包括在地中海和黑海等方向，一直没有放松对俄罗斯的警惕，不断通过军事演习进行威慑。俄罗斯强化海军的作战能力，就是要在相关海域针对北约的海上封锁和战略围堵进行突破。其二，俄罗斯是为了在北极地区获得战略利益。普京曾明确指出，北极地区对俄罗斯具有不可估量的战略意义。这里不仅是俄罗斯海上通信的咽喉要道，更是其军事和民用基础设施的重要支撑点。为此，自2013年起，俄罗斯就恢复了中断近30年的核潜艇北极例行巡逻任务。2021年，俄罗斯又将北极战略司令部进一步升级为独立军事行政单位，同时开始大搞军演，并重新开放了苏联解体后北极地区被废弃的部分基地和机场。此外，俄罗斯还通过发布俄罗斯联邦海洋学说等内容来确保合理性。截至目前，俄罗斯在北极地区拥有包括新建和翻新的6个军事基地、19个机场、16个深水港在内，总计500多处军事基础设施。其中，北极三叶草等综合军事基地具有强大持久的自我保障能力，如由 S-400、铠甲 S-1 防空导弹系统和向日葵雷达站等设备组成了绵延3000多公里的防空网，具有较强的空天作战能力。另一方面，俄罗斯还在位于北冰洋中的亚历山德拉岛、罗加乔沃镇和科杰利内岛等地部署了适应极地作战的北极营级战术群。而且为适应极地作战，2023年7月，俄罗斯国防部决定在北方舰队成立新的集团军，以保卫俄北部边界。新集团军成员将接受极地作战训练。除此之外，俄罗斯还正在组建专门用于北极海上作战的北极舰队，并加紧扩建北极地区军用机场，这些都将为俄达成其北极战略目标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值得一提的是，目前俄罗斯拥有一支由40余艘破冰船组成的强大破冰船队，其中包括5艘核动力破冰船，而且还在不断扩建。如在建的就包括5艘 3.4 万吨级的北极级核动力破冰船和3艘 7.1 万吨的领袖级核动力破冰船。在破冰船方面，俄罗斯具有针对其他北极国家的压倒性优势。但俄罗斯的种种行动说白了还是在惧怕北约力量，尤其是在芬兰和瑞典选择加入北约后，
这种惧怕与日俱增。目前对北极地区声称拥有主权的国家共有8个，分别是美国、俄罗斯、加拿大、丹麦、芬兰、冰岛、挪威和瑞典。除俄罗斯外，其他均为北约国家。俄罗斯1打7怎么能不怕？何况里面还有军事实力全球第一的美国。在行动上，美国不断加紧在北极地区的战略部署，如任命守卫北极大使，到单方面宣布在北冰洋等区域延伸大陆架的主张，再到与多国举行联合军演等等。在军事部署上，美国在2023年底接连与瑞典、芬兰、丹麦签署防务协议，3国宣布向美国开放多处军事设施。2024年7月，美国国防部发布2024年北极战略，表示将扩大美国在北极地区的军事能力和监视活动，以确保北极不会成为战略盲点。北约其他成员国紧随美国步伐，也纷纷将目光瞄向北极。如2022年3月，英国发布首个北极军事战略，要求英军加强在北极的行动，提升相关能力。同年4月，法国也发布了首个极地战略，宣称将讨论和协调军事领域相关问题。此外，加拿大、瑞典、芬兰、挪威等国也积极加强北极地区军地建设，其中芬兰与瑞典表现最积极。在加入北约后，他们提高了军事采购预算，加紧更新舰艇等装备，以确保在北极地区拥有持续行动的能力。如芬兰计划建造4艘低地级破冰护卫舰，首艘该级护卫舰已于近日开始铺设龙骨，而瑞典则计划于2025年交付2艘布莱金厄级潜艇，并开始建造4艘吕勒奥级护卫舰。总之，北极地区或许会再次回归冷战对峙时代，而俄罗斯和北约不断强化海上作战能力，也是为了在未来博弈中拥有更强的筹码。网络上，一支哥伦比亚雇佣兵向俄军叫板的视频被疯传，这些雇佣兵甚至表示，屠俄是世界上最好的工作。据悉，该雇佣兵部队来自乌克兰第2国际军团第49营，其在接到驰援苏美的任务后，便在巴西夫卡定居点附近作战，数次抵挡了向南推进的俄先头部队。其实，在俄乌战场上，充斥着来自世界各地的雇佣兵，仅俄军就有以瓦格纳为代表的38支雇佣兵部队。在昨天的库皮扬斯克战场上，就有一支由13名雇佣兵组成的俄军突击队，驾驶一辆 BMP 装甲车和一辆全地形车对乌军阵地发起了突袭。不过结果大家应该也能预料到，这支俄军突击队还未抵达乌军阵地，就被乌军凤凰无人机炸得人仰马翻。随后乌军小队逐一补枪，将其全部清除。说到昨天的俄乌战争，火力军非常意外，全线1000多公里的战线，除了莱曼东部上卡缅斯克方向，乌军将一小片灰色区域变成蓝色外，其他战线居然一点变化都没有。当然，战线虽无变化，但俄乌双方交火的激烈程度却并未减弱。从战场变化可以看出，俄军恢复了每日打击模式，乌军则改变了当前的战术思想，不再以坚守阵地和夺取定居点为主要目标，而是完全以最大限度杀伤俄军有生力量为目标。这一变化除能从战场看出外，也可从欧洲当下援乌的弹药看出。如英国将向乌克兰提供4.5亿英镑的军事支持，其内包含数十万架无人机、反坦克地雷等。目前乌军主打一个动态防御和近距离非接触杀伤俄军。为此，乌军还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歼敌流程，即当俄军装甲目标进入雷区后，无人机群率先攻击滞留的坦克、装甲车，紧跟着 FPV 无人机和海马斯火箭炮猎杀逃窜的俄军步兵。最后，乌军步兵清扫战场中对残存俄军进行补枪。通过这一战术，4月12日，俄乌两军共进行了126次交战，乌军共歼灭俄军1240人，使俄军总伤亡达931450人，摧毁俄军11辆坦克、9辆装甲车、49门火炮。乌军总司令希尔斯基也表示，目前乌俄双方的伤亡比例已攀升至1:7，甚至1:10。库尔斯克方向，乌军俘虏14名俄军士兵，包括3名军官，至今仍占据着60平方公里区域。苏梅方向，俄方消息称，俄军占领了3个定居点，但均被乌克兰否认。战役地图上显示，诺文克、朱拉夫卡、巴西夫卡3处均是灰色地带。
俄军围绕苏梅包围库尔斯克乌军的计划未能完成，不过俄军并未放弃。4月12日，一名乌克兰军官报告说，俄军的小型破坏和侦察小组仍在苏梅边境地区寻找乌军防线的薄弱点，为未来攻占苏梅时的行动做准备。比尔格罗德方向，乌军进度突飞猛进，在法国情报支持下，已经渗透到俄境内25公里处，途中还炸毁了俄军第2坦克师燃料储备库，迫使该师暂停了进攻。乌东战场除了刚才提到的库皮扬斯克战斗外，在洛佐瓦和新克鲁利亚基夫卡附近，乌军霍尔蒂察集团军还击退了俄军由5辆装甲车组成的机械化突袭。顿涅茨克州恰索菲亚尔方向，乌军霍尔蒂察集团军4月12日发视频显示，乌军在奥里霍沃、瓦西利夫卡、库尔久米夫卡以及斯图波奇、比拉霍拉附近击退了俄军第4摩步旅的机械化攻势，并摧毁了俄军3辆装甲车和2辆坦克。特列茨克方向，乌军第12亚速旅麾下的青年战队营与俄军第150摩步师第2摩步团在德鲁日巴附近爆发了激烈巷战，双方平分秋色。红军村方向，俄军集中资源想要将失去的阵地夺回，但通过昨日的战斗，俄军显然没有成功。乌军第425安卡拉突击团和第155基辅安纳旅与俄军第74摩步旅在舍甫琴科打得难解难分，双方陷入了长久的拉锯战。在战斗中，俄乌双方除了投入常规的炮兵与装甲单位外，双方还投入了大量无人机相互攻伐，装备和人员损耗都很大。不得不说，乌军第155基辅安纳旅如今已破茧成蝶，竟然将素有疯狗之称的俄军第74摩步旅打得溃不成军，目前已控制了 T0406公路附近的铁路线。乌南战场，乌军继续以无人机和远程火炮打击俄军集结地、弹药仓库和补给线。如在最新的空袭中，乌军无人机还袭击了俄罗斯克拉斯达诺尔火车站的铁路枢纽，导致俄军向克里米亚和赫尔松运输军事装备的任务被迫暂停，进一步削弱了俄军地面部队进攻能力。与之相对的，乌克兰战争潜力暴涨。乌克兰战略工业部4月11日表示，乌克兰巡航导弹产量增加8倍，远程无人机的产量增加22倍，迫击炮和炮弹产量增加2.4倍，其中牵引式和自行火炮产量已超过所有欧洲国家的总和。如今乌克兰军事装备的价值已从2022年的30亿美元增长到2024年的200亿美元。欧洲方面，4月10日，由英法牵头的资源联盟会议在布鲁塞尔召开，共有37个国家防长参会，其中包括亚洲和英联邦国家，有15个国家愿意向乌克兰派遣军队。英国国防大臣希利特别指出，这些军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维和部队，而是对乌军的支援，属于保证部队。其目标，此前火力军说过，是保障天空、海上和地面安全，以及加强乌克兰武装力量。目前可以确定，联军人数为1至3万人。当然，问题的重点不在于军队数量，而是联军进入乌克兰后，俄军将无法在乌克兰土地上前进一步。联盟此举相当于弥补了特朗普团队拒绝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下的空缺，而且以乌克兰如今的军工底蕴，加上欧洲资金和弹药的支持，其军事实力必将在2025年迅速增强。在志愿者联盟开会援乌的同时，美国代表团也抵达俄罗斯，与普京商讨停火问题。综合《泰晤士报》和战争研究所的报道，4月11日，特朗普任命的维特科夫特使在圣彼得堡与普京会面，双方会谈4.5小时，讨论了停火问题。随后就有消息传出，维特科夫向特朗普传达了停火的最快方式，那就是让俄罗斯控制乌东4州。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也表示，泽连斯基必须接受领土让步，才能达成和平协议，并宣称乌克兰不可能回到其1991年国际公认的边界。自3月11日特朗普提出停火计划以来，俄罗斯公开拒绝停火，并不断向美国施压，提高要求，以测试美国的退让程度。而现在从维特科夫表态看，俄罗斯的无理要求显然已被这位美国特使所接受。与此同时，特朗普任命的乌克兰特使凯洛格表示，支持欧洲和俄罗斯瓜分乌克兰，即俄罗斯控制乌东4州，
欧洲盟友在战后对乌克兰西部后方部署保证部队，并以当前接触线建立28公里宽的非军事区。虽然事后凯洛格站出来澄清说，他的言论没有暗示瓜分乌克兰，但无论其如何辩解，他的行为已经默认了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实际控制。而特朗普则在社交媒体上呼吁俄罗斯行动起来，并继续重复，如果他是俄总统，这场战争就不会发生了。显然，特朗普没招了。特朗普不断吹嘘停火取得重大进展，又不对俄罗斯拒绝停火做出行动。两位特使还提议将乌东4州割让给俄罗斯，以实现停火。可能在特朗普团队的认知中，只有按照俄罗斯提出的条件停火，才能利益最大化，认为乌克兰是小国，没有底牌。那若是特朗普按照俄罗斯的条件去实现停火，能成功吗？目前俄罗斯占领乌克兰，包括克里米亚在内约 19% 的领土，乌东4州还有 30% 的区域在乌克兰手中，加上自愿联盟和拉姆施泰因会议的不断对乌援助，按照现在的战争进度，俄罗斯几乎不可能完全占领乌东4州。眼看战场上行不通，俄罗斯就希望通过美国向乌克兰施压，让其主动放弃乌东4州，以实现停火。而美乌之所以没有完全翻脸，是因为泽连斯基希望拜登承诺的援助全部抵达，但有着欧洲填补美国援助的空缺，乌克兰是不可能签署任何割地投降协议的。另外，俄罗斯并没有领美国让步的情。4月12日，俄外交大使罗迪翁·米罗什尼克在回应凯洛格的声明中，重申了克里姆林宫反对在停火后向乌克兰派遣任何维和特遣队的意见，并拒绝欧洲参与战后乌克兰。同时，米罗什尼克还指出，想要结束乌克兰战争，就必须解决俄罗斯所谓的战争根本原因，即北约不得东扩，要求乌克兰全面投降。从特朗普上任近3个月的工作来看，他的停火协议大概率会烂尾，因为他和俄罗斯一样，都低估了乌克兰，势必要翻车。英国威尔士亲王号航母即将远航，开展为期8个月全球部署。据英国防务杂志4月8日报道，英国皇家海军旗舰威尔士亲王号航母将于2025年4月22日从普茨茅斯起航，前往地中海，与康沃尔及其他军舰会合后，参与一系列北约联合演习，开启为期8个月的全球部署。此次航母打击群的部署共计动员约4000名英国军人，其中海军人员约2500人，空军592人，陆军约900人。此外，来自12个国家的部队将参与此次联合部署。挪威将派出1艘军舰全程随行，展示北约多国联合作战能力。根据英国国防部声明，在部署期间，威尔士亲王号将穿越印度洋，先后与美国、印度、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伙伴国进行多边演习及港口访问。航母打击群还将在澳大利亚附近海域参加护神军刀大型联合演习，并与日本自卫队展开联合训练，同时访问印度多个港口。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表示，威尔士亲王号将搭载24架 F-35B 隐身战斗机。此次远航不仅展示了英国将军事力量部署至全球的能力，也强化了与盟国的军事协作。他强调，这次部署是我们与全球伙伴密切协调、加强互信的重要机会，彰显了英国对全球安全与稳定的坚定承诺。同时，这也是一次提升国家经济与贸易影响力的战略机会。希利补充称，在当今世界，仅有极少数国家具备如此规模的远程部署能力。此次行动向潜在对手传递出清晰的威慑信号。英国武装部队大臣卢克·波拉德议员指出，此次航母打击群的远航不仅是一次军事行动，更是英国强化全球影响力、巩固国际伙伴关系的象征。他说，英国将坚定地与盟友站在一起，应对一切试图破坏国际秩序的挑战。此次部署再次明确传递出一个信号：欧洲大西洋安全与印太地区稳定密不可分。英国将致力于维护全球安全架构。英国国防部强调，这次部署行动与首相提出将国防预算提升至 GDP 2.5% 的承诺密切相关，体现了本届政府捍卫国家安全、维持全球强大军事存在的决心。此次航母全球部署计划是全球英国战略在军事领域的具体实践，也是加强与印太盟友防务合作、确保关键海上通道安全的重要步骤。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认为俄罗斯这万亿卢布会优先升级哪些装备？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